尊敬的面粉们好，今天你们赚钱了吗？今天是大年30啊，面具人在这里给大家拜个年啊！祝在座的各位一帆风顺，二龙腾飞，三阳开泰，四季平安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方来财，九九同心，十全十美，百事亨通，千事吉祥，万事如意。好，我们来讲正题啊。前一期节目我还说到了市场有回暖的迹象，只要不出现黑天鹅，盘面还是会涨的，尤其是以太坊的上涨期待可能会高一些。如果你们有看我那期节目跟上单的话，应该是都有赚了一些啊。其实我在更早的时间已经在我的会员群里面给出点位了，当时在15号左右吧，我就已经叫大家布局了。当时说的是 Matic 主买 SOL 少买一点，现价都可以买，也可以分批买。Matic 的买入区间现价为 0.96 或者是 0.942 的区间， SOL 的买入区间为现价或者是 22.4 到21的区间。目前呢 SOL 涨到了25块钱左右， Matic 也涨到了 1.05 左右，它们的涨幅都还不错，而且在这几天之间啊，中间还有上涨，也就是说在这几天之间都有套利点的。那么你们如果及时的收看了我的节目，跟上节奏的话，还是能赚一些的。好，我们来讲今天的主题啊 ，Genesis 正式申请破产了啊。那这个结局也印证了面具人的判断，纯金融公司一旦颓势是很难救回来的。Genesis 的破产也是很正常的，非常的顺理成章。但是这个结局也引发了大家的疑问，那就是 DCG 和灰度还安全吗？如果说 DCG 或者是灰度也爆雷了，那么加密货币的价格一定会再度遭受重创的。那么这件事儿会不会发生呢？DCG 也破产，灰度也破产，会不会发生？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就能有一定的头绪了。那好，节目开始之前呢，请大家点开屏幕下方的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那顺便把今天的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，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，就可以参与抽取每周的 NFT 大奖了。并且呢，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，你们在留言区留下这个数字，包括你的狐狸钱包地址，我就会抽取1名，奖励你们 USDT， 每周开奖1次。好，我们进入正题。2023年1月 Genesis Global 填写了第11章破产程序文件，正式在美国纽约南区破产法院申请破产。根据破产的文件显示， Genesis 有超过10万个债权人，在破产文件中还记录了前50大无担保债权人的名单，总索赔负债值超过了36亿美元。网上也有传言说 Genesis 的总负债接近了100亿美元，但是这个但是可不是什么好的但是哦。大家知道 Genesis 现在手里面还有多少钱吗？根据破产请愿书显示， Genesis 目前只剩下 1.5 亿美元，也就是说 Genesis 几乎没钱了，是纯负债的状态。当然也有可能是人家老板提前转移了资产，现在就是光等破产了。总之什么可能性都有啊。不过我们根据现有的新闻来看， Genesis 应该是凉透了。那么它究竟会不会影响 DCG 或者灰度呢？我们接着往下听。金融暴雷呀，它往往都是连环爆，一家爆家家爆，与其合作的公司都有可能会受到牵连。Genesis 就受到了三箭和 FTX 的影响，三箭爆了它15亿美元左右， FTX 爆了它25亿美元左右。不过这也很正常，金融公司呢，它就是互相投资，互相拆借，钱倒钱，它就靠这个赚钱的嘛。那这背后又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？嘿嘿。随着 Genesis 申请破产，留给 DCG 的时间也不多了。债权人们下一步的目标将是追回 DCG 的欠款，要求 DCG 赎回 Genesis 价值11亿美元的10年期票据，而这将引发 DCG 的流动性枯竭，从而导致其也跟着破产。不过债权人的索赔很快就遭到了 Genesis 的拒绝。DCG 的创始人 Barry Silbert 他表示，这张11亿美元的票据是不可赎回的，这张票只能在10年以后兑换回来。那面具人，我觉得这种行为说白了就是耍不要脸呗。可 DCG 却自我辩称说，他们当前面临的资金缺口只有今年5月到期的短期债务，约为 4.475 亿美元现金，以及4550个比特币，价值约为9550万美元，总共加起来接近为 5.5 亿美元，也不算多啊。他们说不算多吗？
好，就算情况是如巴黎所说的 ，DCG 的债务目前紧急的只有5.5亿美元，那么 DCG 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？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，DCG 正在考虑出售其技术风险投资资产，其中包括35个国家的200个与加密货币相关的项目，例如交易所、银行和托管机构，价值约为5亿美元。另外呢 ，DCG 旗下的加密媒体 CoinDesk 也表示有意出售部分或者全部业务。Cardano 的联合创始人也表示，正在考虑收购 CoinDesk， 计划出价为2亿美元。除了出售子公司 ，DCG 的另一个选择就是出售其部分的股权。2021年11月 ，DCG 以100亿美元的估值完成了7亿美元的融资。如今进入熊市，虽然估值会缩水，但是出售部分股份融资几亿美元并不是多大的问题。那么也就是说 ，DCG 虽然被 Genesis 牵连了，可它目前凑够5个亿美元来解决燃眉之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所以呢 ，Genesis 的债权人与 DCG 进行了谈判，并且制定了一项预先打包的破产计划，同意将还款期限宽限1到2年。那么作为交换，债权人将获得现金支付和 Genesis 母公司 DCG 的股权。这个条件听起来也挺划算的，是不是？等于说债权人这部分的问题是可以解决了，而且呢还得到了很多的实惠。对于债权人呀、投资人来说，不仅能得到现金，还能得到部分的股权。这个挺划算的。那所以呢，这个问题一旦解决了，至少 DCG 不会因为部分债权人就把自己逼到绝路了啊！给出这么好的条件，那也就把这些人的嘴巴都堵上了，那些人不会说把他往死的逼了。至于还有11亿美元的票据或者其他的债务，可以暂时先拖着，等到牛回来了以后，币价上涨了，他就解套了嘛，就有钱给人家还债了嘛。所以呢，从这些信息来看啊，他目前面临的紧急问题应该是能够得到解决了。不过呢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大家最担心的、杀伤力最大的、最害怕的问题——灰度。灰度会不会因为 DCG Genesis 而受到牵连，进而爆雷呢？此前市场普遍担忧 Genesis 破产将会导致 DCG 破产，进而引发巨额的 GBTC 的清算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灰度本身是没有参与到 DCG 的任何债务中的，是完全独立于第三方的实体，不会突然被关闭。另外呢，即便贱卖所有的子公司 ，DCG 大概率也不会出售灰度信托。作为 DCG 的旗舰业务及其摇钱树，灰度是所有业务中最稳健的部分，每年贡献约3亿美元的费用收入。灰度基金的总持仓为161.91亿美元，每年收取2%的管理费。而且 DCG 自身掌握 GBTC， 它也不会突然抛向市场。因为根据灰度 CEO 的说法，受限于1933年的证券交易法的第144条规定， DCG、Genesis、CoinDesk 以及一众关联的公司每3个月只允许向公开市场出售总流通股的1%。换句话说 ，DCG 等公司想要将手上的 GBTC 通过2级市场变现，需要等待2年以上。而且目前 GBTC 严重折价 ，DCG 更不可能在这个节点大量抛售，其只需要等待灰度比特币信托 GBTC 转换为比特币 ETF， 即可以按照净值收回资金。如果说灰度通过了比特币的 ETF， 那对整个市场来说绝对是大大的利好。不过呢，目前来看还没有通过。很多观众还有这些信仰者持币人觉得灰度通过比特币的 ETF 只是时间问题。面具人我也有点这种感觉如果真的通过了，那如果大家提前有布局的话，那肯定是大好事儿。好，继续讲正题根据以上信息来看DCG 和灰度应该是不会因为 Genesis 的破产而跟着爆雷的。当然了，这只是水面上能看到的东西，至于水面之下还有没有暗雷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毕竟很多公司在爆雷之前也都说自己没问题，可结果却还都是爆掉雷了。所以面对这些信息，我们还是要做到谨慎、谨慎再谨慎，宁可信其有。而且奇怪的事情是什么Genesis 已经破产的消息都传了出来了，可为何盘面没有配合利空消息下跌，反而涨了呢？而且涨得还不少，都有点小暴涨的迹象。以太坊重新站上了1600美金，比特币都要冲击23000美金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面具人我个人的分析是，
外界观察，尤其是大户们觉得Genesis 暴雷不是什么大问题，是可以解决的，而且它也确实是基本上能解决掉。但是韭菜们、散户们可能会觉得 Genesis 暴雷不得了了，要出大事了，所以呢，他们可能会看空，但是机构却不这么认为。那么他们就进行一波反向操作，直接收割看空的韭菜。再加上10天以后，美联储的加息很可能会只加25个基点，那这可就是实实在在的大利好呀。如果说到时候只加25个基点的话，有这种利好作为支撑，那么接下来不出意外的话，还是会平稳回暖的，甚至会有更大的涨幅。大家如果想要入手现货搏一下行情，也是可以考虑进场的。不知道你们怎么看？留言告诉我，并且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、订阅小铃铛，不错过每天的行情分析、资讯分享。祝你好运，我们下期接着聊。